这是 B2，美国史上最强大的隐身战略轰炸机。然而大家也都知道， B2 除了性能强大，造价高昂，数量也十分稀少。而这是 B21， 许多人呢都管它叫 B2 青春版。暗示这架飞机是 B2 减配的产物。美国空军少将杰森·阿马戈斯特在最近举办的在线讲座中也提到，数量才是 B21 的关键。那么美军难道要用 B21 来玩人海战术吗？载弹量更少、重量更轻的 B21 真能超越 B2 吗？ B210 为什么这么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全都怪苏联。确切地说，是美苏冷战中诞生的战略经验。对于冷战中可能爆发的核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你能不能把一颗核弹精准地送到对手的首都上空。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突破当时苏联那套由无数雷达和导弹阵地构成的纵深防空体系。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解释了核弹的威力，而 B2 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个公式能在莫斯科上空成立。它的所有子系统设计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在苏联的雷达系统面前彻底隐身。即使是今天， B2 也是人类航空史上无可争议的技术巅峰，更不要说在它刚刚诞生的1981年。所以在最初的计划书上，美国空军大笔一挥，采购132架，今夜莫斯科无人入眠。实际上132架的规模一旦完成，意味着美国能在1天之内毁灭全世界所有主要城市。可好死不死的，作为这一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苏联自己解体了。柏林墙倒了，华沙条约组织散了， B2 被设计用来打击的那些目标就这么从地图上消失了。对于其他人来讲，也许觉得是和平的福音，但对于 B2 项目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国会山上的老爷们再次大笔一挥，通通砍掉。于是采购数量直接在报价单上来了个自由落体，从原先的132架腰斩到75架，再被砍到只剩20架。最终算上原型机，美国空军一共只拿到手了21架。对于这个数量，你可能觉得少是少了点，但好歹是世界上最强的轰炸机，21架也够用了吧？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任何一个武器项目都有一笔巨大的固定成本，研发、设计、开生产线、造模具，这些钱不管你最后造1架还是100架，那可都是要花的。我们假设这笔固定成本是132亿美元，如果造132架，每架飞机分摊1亿美元，但如果只造21架呢，每架就得分摊超过6亿美元，就这还没去算飞机本身的制造成本呢。所以 B2 的单价就从最初估计的 5.7 亿美元一路飙升到了超过20亿美元，而这个天价又成了国会进一步削减预算的完美借口。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因为觉得贵所以少买，因为买的少所以单价更贵。 B2 的困境就在于这种违背我们直觉的由政治和经济共同造成的恶性循环。面对这种困境，美军能做的难不成就只有听天由命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为了弥补 B2 数量上的不足，美军几乎是把它的使用价值压榨到了极限。但这种压榨又反过来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后勤，也就是维护保养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战略，也就是实战威慑的问题。首先我们先说维护这边， B2 那一身精密的隐身涂层比最贵的跑车漆面还要娇贵，而且 B2 还需要专门的恒温恒湿机库伺候着。所以想让 B2 保持最佳的隐身性能，就得频繁的进行维护。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维护吗，多花点时间就好了。但其实高强度的维护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只有一小部分 B2 能够随时起飞作战。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在广阔的太平洋想维持一个让对手忌惮的不间断的威慑巡航，靠这几架飞机轮流转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个经典的困境是战略上的脆弱性。一支行踪备受瞩目的明星部队，它的任何一次海外部署都会立刻成为全球媒体和对手情报机构的焦点。这正如之前美国主导的午夜重锤行动中那样， B2 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后，一部分 B2 轰炸机故意向西飞越太平洋，前往关岛方向，另一队主力则带着钻地弹突袭了伊朗的核设施。虽说此次行动完成得十分漂亮，但美军本来就没有多少架 B2， 现如今既要向西吸引情报界的目光，又要实际执行轰炸任务，仅仅一次行动就清空了美国空军的大招能量条，短时间内 B2 恐怕难有作为。这就好比打牌，单带一个王反而被对手看得死死的，用或不用都会给敌我双方带来心理压力。
所以说 B2 的稀缺让它在战略上变得极其僵硬和脆弱。任何一架的损失都不是损失了20多亿美元那么简单，而是对美军全球打击能力的一次重创。这几点综合下来，可以说是把精良但稀少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可如果未来的战争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王炸，而是持续不断的普通攻击呢？这个时候，美国就把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下一代飞机的身上了。作为 B2 的接替者，每一架 B21 在设计图纸阶段都必须先通过一个听起来很抽象的测试——成本效益分析。所谓的成本效益分析，就是用冰冷的数字去计算一架飞机的全寿命周期成本，然后评估它能否被大规模可负担的生产出来。这个测试的目的不是要求飞机在技术上做到极致的完美，它的核心要求只有一个，就是飞机在设计上必须死得便宜。什么叫死得便宜？首先，它的尺寸和复杂性要得到控制；其次，它的维护和升级要简单、皮实耐用，坏了就能快速更换零件。也就是说 B21 的设计哲学就是确保就算自己死在被国会砍单上，也不会因为单价过高而死得太难看，而就算日后自己死在战场上，后方也能快速补充新的上来。 B2 单价贵的教训到 B21 设计时总算是得到了借鉴。这一套复杂的逻辑背后，就是为了打赢一场未来可能发生的持久的大国消耗战。 B21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对 B2 设计史的背叛，他从一开始就把可负担的大规模生产刻进了自己的 DNA 里。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一个最直观的改变， B21 变小了，它的翼展和机身尺寸都明显小于前辈 B2， 相应的 B21 的载弹量也从 B2 的约18吨减少到了约13.6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载弹量缩小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恰恰相反，这对于 B21 来说是一种进化，我们称之为精确优于载荷。在过去，炸弹的精度有限，要摧毁一个目标往往需要过饱和攻击进行地毯式的轰炸。但在今天，一枚智能化的精确制导弹药就能完成过去一整架轰炸机才能完成的任务。当你枪里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目标，那你自然就不再需要一个巨大的弹匣了。B21 更小的机身直接带来了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更强的隐身。得益于材料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如今的 B21 可以用更紧凑的外形实现比 B2 更优异的全频谱隐身性能。第二点则是更低的成本，毕竟机身小了，那些昂贵的雷达吸波材料、特种涂层用的就少了，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自然也就下来了。与此同时， B21 项目还大规模采用了一种叫做数字工程和数字孪生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造出第一架实体飞机之前，通过相关数据就已经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里完整的制造、测试乃至飞行了成千上万架 B21。 工程师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像玩模拟游戏一样，对飞机的每一个零件进行极限测试，发现并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在 B21 的早期开发阶段，工程师通过数字模拟发现发动机进气道的一个设计存在缺陷。如果在过去，这种问题可能要等到制造出原型机进行风洞测试时才能发现，这时候再去修改起来，费时费力费钱不说，还有可能延误原本的技术发展。但在数字孪生的帮助下，设计师在电脑上就完成这次重大的重新设计，除了时间外，没有产生任何额外成本，也没有耽误1分钟的工期。这种所见即所得的生产方式极大地压缩了研发周期，降低了技术风险，确保了 B21 项目至今为止都是一个罕见的没有超支、没有严重延期的牢牢把控预算的国防项目。除此以外， B21 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这就相当于在飞机上安装了一个智能平台。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它的航电、传感器和武器系统不再是原厂绑定的。未来如果出现了一种更先进的雷达或者一种新型的导弹，空军可以直接招标，让最有竞争力的公司来开发适配 B21 的插件，最后像安装软件一样轻松地集成到飞机上。这种模式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升级一次就要扒一层皮的困境，确保了 B21 机队在未来几十年的漫长服役生涯中能够继续保持在技术前沿。不过当 B21 真的从虚拟世界走向生产线时，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我们到底需要多少架，以及我们能造多快？目前美国空军官方的口径是计划采购至少100架，但这个至少说的就很耐人寻味了。军方的高层虽然是排着队在国会听证会上大喊100架只是绝对的最低限度，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则是直接表示我们需要至少145架。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也认为应该从100架增加到145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因为100架这个数字是 B-21 项目在2015年左右确定的，那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如今可是完全不同。而更高的数字则是基于当前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美军进行的一次更全面、更不设限的战略评估。这个数字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生产速度。根据目前的估计， B-21 的生产速度最多也只就每年7到8架。按照这个速度，要交付完最低要求的100架飞机，可能要等到2030年代的中后期。为了应对危机，第一个办法就是拨款提升生产线的效率和产能。但问题则卡在了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这里。诺格公司表示，不赚钱不干，要不给钱，要不免谈。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建立第二个 B-21 生产设施。支持者认为，这不仅能将年产量直接翻倍到20架左右，还能分散风险，避免唯一的生产线因为天灾人祸而中断。唯一的缺点则是又需要国会老爷额外投入近8亿美元的巨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局面，不想要 B-21 如同二战航母那般下饺子一样生产，美国空军还是洗洗睡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头脑风暴一下，假设美国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支由上百架 B-21 组成的庞大机队终于翱翔于天际，那么在未来的战场上，他们又将如何发挥作用？首先， B-21 的首要核心任务和它的前辈 B-2 一样，依然是穿插渗透进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防御体系之中。想象一下，一个由无数远程预警雷达、战斗机以及地对空导弹和网络战部队共同编织起来的防御网，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单一的非隐身的平台都无异于飞蛾扑火。而 B-21 则是美国打造出来的尖刀，但如果只有一把尖刀，对手可以集中所有的防御力量来格挡。可如果同时有几十上百把尖刀，从四面八方以多波次不间断的方式袭来呢？这就是数量对于 B-21 最为直观的提升。一支庞大的 B-21 机队可以让对手的防御系统在同一时间面临无数个无法分辨真伪、无法确定优先级的隐身目标，导致其指挥和决策系统过载瘫痪。而拥有足够的数量意味着足够的消耗量。对于 B-21 来说，即使损失了几架飞机，整个打击体系依然能够运转，并维持长期的作战能力。这对于美国空军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不仅如此，美国空军还引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多系统的系统。在这个概念里， B-21 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作战平台，而是整个分布式作战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和空中指挥官。现在让我们来描绘一幅未来战场的图景。2架 B-21 突袭者在高空穿透敌方的防空网络，其中1架 B-21 的机组人员正在通过数据链实时指挥着6架无人作战飞机，这6架无人机则随时准备根据 B-21 的指令发动攻击。而另一架 B-21 充当的却是通信中继和信息处理中心的角色，将整个战场的数据与后方的卫星、海军的宙斯盾舰以及地面部队进行融合，形成一张完整的动态的战场态势图。在这种模式下， B-21 机队的数量也就不再仅仅是轰炸机的数量，而是它所能指挥和赋能的整个系统的规模。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B-21 突袭者它最重要的品质究竟是什么？答案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数量。而 B-21 突袭者作为 B-2 的改进，它从尺寸到架构的每一处设计都服务于一个最核心的目标，为了大规模生产而存在。这一设计思路的转变也反映了美军对未来战略规划的改变。在未来的冲突中，胜利将属于能承受损失、能持续施压的一方。在这个新时代，数量就是最致命的品质。